首尔旅游，很多人第一站就是到明洞换钱。这里其实和中华民国大有渊源。一旁的咖啡厅上头有着国民党党徽，其实是前国民党驻韩直属支部。斜对面是华侨小学，转个弯再走几步，繁体字刻上汉城华侨协会。这边是配我们，这是首尔的汉城华侨协会，专门就是住在首尔的侨民的户籍成本。由韩国华侨自主成立的协会，包办华侨的出生、结婚、死亡，甚至转移国籍。从韩战过后，就一路陪伴华侨走过人生各个重要阶段，堪称专属他们的区公所。以前的东西啊，资料都没有了，是。以后整理这个户籍，整理到这个户籍以后，在1975年几年呢？把这个转到这种户籍，这个都配合和台湾一样。跟台湾跟一样的。以前的也是长这样。手写的户籍誊本已经泛黄，记录着他们在朝鲜半岛开枝散叶，也似乎提醒着他们有所不同。韩国华侨90%以上来自山东，清朝末年开始，为了逃避战乱，辗转到朝鲜半岛生活。但随着1970年代时任总统朴正熙的排华政策，大批华侨纷纷出走。而选择留下来的，就得承受歧视和差别待遇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比方退回50年的话，我10几岁的话，都被韩国人欺负的很多。为什么？他说你们是没有户口、没有户籍，你们是外国人。他们说我们是外国人，其实我们是在这土生土长的。这边就是我们毕业的中学跟高中。国中跟高中都对，他们都在一起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毕业的地方。郑洪亮和邵光荣7、8岁就和父母从台湾移民到韩国，从小学到高中就读的都是华侨学校。这边是学校的小卖店，看起来很大间的小卖店这种程度，就是有改建过。对，以前这边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卖店，那现在已经都修改。那老板你也是华侨吗？我是华侨。你跟他们一起同样一起毕业，从小一起长大。说起中文还是有点卡卡的。柜台里的赵杜燕同样也是华侨，但和其他2人不一样，从小在韩国土生土长，中文只会听不太会说。他和郑洪亮一起经营汉城华侨中学的福利社，而邵光荣偶尔也会来帮忙。这个是2年前吧？2年前。对，威廉波特中华少棒代表队龟山国小。很厉害的呢。他们得冠军。棒球队到韩国比赛，他们必定到场加油。花莲地震捐款也有他们的份。韩国华侨人数少，但十分团结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跟几个朋友就是去外面啊，去吃饭啊，或者是喝茶聊天啊这样子。周边会有其他的一些，就是别桌那些韩国人，他会听到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啊。他们会模仿我们，然后也是因为这些事，经常跟那些韩国人吵吵闹闹啊，会有，也有打过架。有打过架？对，你是什么时候的？这是小的时候了。不认为拿着台湾身份在韩国生活需要躲躲藏藏，但这身份却有名无实。翻开看似一模一样的护照，右方少了一行身份证字号，代表这是无户籍护照。除了第一代以外，很多华侨在韩国出生长大，可能一辈子都没踏上过台湾土地，当然没有在台湾涉籍，因而只能拿到无户籍护照，没有健保和兵役义务，来台或出国都没有同等免签优待，有时比外国人还不如。就是我当时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拿着台湾护照，我们回台湾也要拿签证。觉得就是当时这个问题就会让我感到为什么我们拿着台湾护照，我们不是台湾人吗？ 남들도 이해가 안 갈 거예요. 제 주변에 한국 친구나 누구나 같이 여행을 가는데 그 친구들은 그냥 들어갈 수 있는데 내 나라를 저는 갈 수가 없는 거죠.
台湾和韩国的免签待遇对他们来说都是空中楼阁。老一辈为了不忘本，即便麻烦还是愿意忍一忍。但年轻一代为了生活，已逐渐改为韩国籍，导致目前手拿中华民国护照的韩国华侨剩下15000到18000人。终于在各方努力下，2024年元旦稍稍放宽无户籍国民来台规定。但对于华侨来说，挥之不去的恐怕是心中对于身份认同的疙瘩。在韩国是外国人，结果去台湾要签证，也是在台湾也是个外国人。那我的老家在哪里？如果在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国家不需要你这个人，我们可以，因为我这话我可能说的会比较，听起来比较会有一点残忍，但是确确实实的，因为我听过有些人说这种无户籍国民是难民，是难民还是永远的异乡人？令人意外的是，即便手拿矮人一截的护照，即便只去过台湾3、4次，即便韩文说的比中文流畅，台湾仍在他们心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。가족들도 다 대만 사람이고 친구도 대만 사람이고, 그러니까 뭐 거부감보다 생각나고 꼭 뭐 1년에 한두 번이라도 가보고 싶은 마음 편한 그런 제 고향이죠. 特殊时空背景下形成的韩国华侨群体，外人看他们像浮萍无根可寻，但在他们心里或许比较像风筝，远在天边，心系的总是台湾。